我最近很害怕睡觉，这种状态已经持续快2年了。一开始我会觉得我这一天好像没有做什么创造性的事情或者有结果的事情，所以我不配睡觉。然后我就会逼着自己去想很多事情或者某个问题的解决办法，然后久而久之呢，就会产生一种睡觉很浪费时间的心理。我这个人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爱好，吃饭和睡觉算是其中的吧。但是现在这2件事情都会让我有很严重的罪恶感。从更久远一点的时候开始说吧，难得今天脑子清楚，想说话。今年呢，是我做自媒体的整整第10年，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件事情我居然能做10年，居然能坚持这么久。我以前在四川上大学，毕业了也在那边工作嘛，所以我在四川一共待了8年，没有做成什么事情，工资呢也只够养活我自己。16年因为家里的事情，我回了云南老家。我们这边比较偏远嘛，也没有什么别的出路，公务员事业单位我都考了，没考上，就觉得也总得生活嘛。我就开始在微信朋友圈卖一些土特产，也没啥人买，反正我就看到网上有一个软件叫美拍，我就开始尝试拍一些视频。其实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拍视频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好像上了大学白上了，找不到工作，跑回来村里干这种抛头露面的事情，好像在大城市混了那么多年也白混了，最后还不是一事无成回到村里。总之内心里面有非常多的煎熬和不甘。拍视频拍了半年吧，反正都没敢露脸，觉得自己不好看，也担心会有朋友或者熟人看到。后来确实是好像自己真的没有别的出路了，那就硬着头皮往前冲呗。这中间的艰难曲折也不想回忆了，因为也已经过了10年了嘛，有些痛苦也都慢慢的淡忘了。我的性格呢比较能隐忍，表面上看着每天嘻嘻哈哈的，哪怕是我身边很亲近的人，也很少能看到我不开心的样子。说白了就是可能比较善于伪装，也习惯了，反正我从小就报喜不报忧。我这10年呢，自己也经历了不少的事情，欺骗、背叛、分离，反正所有不好的事情我也从来没提过。如果再往前看呢，我还经历了2次生死。要说这些事情对我毫无影响，那不可能的。可能在我看来影响比较大的就是我会对自己特别狠。比如说我今天明明很不开心，但是我会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么不识好歹呢？我有啥资格不开心呢？我会对自己当下所有的情绪去否定、控制、指责。从你们熟悉我的时候再说说吧。我第一条视频是2016年11月发布的，用手机拍的，但是用手机拍了半年，买了第一台相机 80D。其实也是真正买了相机之后，我才敢自己露脸的，因为当时买相机已经是我仅有的钱了。一开始呢，会在视频的结尾留上我的微信号，然后大家加过来以后，就会看到我在朋友圈卖的一些土特产，所有东西都是我自己和家人做的。后面发现这条路行不通，就停止了。所以从2017年初到2018年底，我没有任何收入，然后也没和家里说。平时的日常开销、拍摄的成本，各种七七八八的加起来，也就让我欠了不少钱。当时就觉得大不了再出去打工嘛，26岁还年轻，几十万的贷款应该是能够还得上的。毕竟我当时也没有别的选择和出路了嘛。2018年底正式创建了电小哥电商品牌，第一个单品呢是红糖。在2019年之前，我每天都在村里，很难招到人，但是我和来应聘的人说，我想让世界看见云南，我想让外地的人想到云南特产就能想到电器小哥，想做一个100年企业。那时候没有人相信，虽然我心里也没底，但是我有非常强的信念。那时候只要有人愿意加入，什么都不会也行，我就一点点教，一点点学嘛。
我们那边太偏远了，去镇上拿个快递也要开20多分钟的车，有段时间修路，修了特别久。我们从另外一条路绕到镇上要50多分钟，而且一下雨就容易滑坡，一滑坡就出不去。然后村里也都是太阳能，下雨就没有热水，蚊虫多，苍蝇蚂蟥也多。来的人呢也有，但是大多数的就是没几天就坚持不了就走了，待的最多的无非也就几个月。所以那时候就是我弟弟妹妹和我在硬撑着。2019年有一天晚上，我好不容易招来的一个小伙伴来了3天，第4天就走了。我感觉那个应该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我撕心裂肺哭了一场。哭完我就想，不行，我们就去昆明组建团队吧，大家在那里不至于这么艰苦。然后我跟阿霞开了6个半小时的车到了昆明，找办公室、租房子、招人，也不顺利，反正前前后后用了1年半的时间吧，组建团队，人也是来来往往，一直到了2022年才算有了一个还不错的团队，至少说有人干活了，我不用熬那么多夜，也开始有人相信我的梦想，也确实在一点点的让世界看见云南。我们也研发了不少的特色产品，其实一直到现在，在外界看来我们也算是成功的。我们全网有4000多万的粉丝，电器小哥的品牌也有10多款爆品，每年也有不错的销售额。其实很少有网红能坚持10年还能有流量，也很少有网红品牌能够持续的有生命力。我都知道这些成就，但是我会感觉我自己好像被困住了，很难有突破，很难有创造性的结果。持续更新视频只能保证不掉粉，持续做好产品的服务也只能保证我们能服务好现有的粉丝。而且现有的产品真的已经用了我和团队小伙伴们所有的力气了。我当初选择自己做产品做品牌，而且在云南这个加工资源不算有优势的地方做，在很多人看来都是一件比较愚蠢的行为。我也确实错过了很多可以挣快钱的机会，确实我们的有些产品做出来的成本价就是别人的销售价，这是常有的事情。但我这个人吧，就其实挺固执的，我一般不太能听得进去别人的建议，而且很少能有人和事能影响到我的决定。当然像我这种性格的人啊，绝大多数时候内心都是极度孤单的。我的生活反正除了工作就是狗狗猫猫家人，我几乎不社交，嫌麻烦嘛。偶尔出去吃个饭，要么就是和团队的小伙伴，要么就是和家人。说回一开始的问题，就先说吃饭吧。以前想吃的任何东西都没钱吃。我在四川最艰难的那几年，我想吃个冒菜，我都得买个1人份，然后让老板把那个调料味道给我放重一点，然后我回家了之后再煮些菜放到里面去吃。反正各种原因吧，就是变着法的去省钱。后来心智成熟了，也能挣钱了，能吃得起自己想吃的任何东西，结果发现自己不太敢吃了。我一般拍摄的时候我就不能吃饱，因为吃饱了之后你脑子就转不了那么快嘛，你容易会漏掉一些细节，然后剪视频的时候也会很困。所以等我把这一整天的所有工作都忙完的时候，我就会非常饿，就是饿到那种如果不吃点东西，你会感觉不知道自己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但一般这种时候呢，又都是发生在半夜，大半夜吃完睡觉，所以就会长胖。还有一段时间呢，每天都非常忙，就是得逼着自己脑子不停的转，然后身体也是不停的在工作。但是吃饭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很放松，什么都不想。所以那段时间我一焦虑我就吃东西，最恐怖的时候我的体重长期保持在135到140斤。再说说睡觉的问题，之前我熬夜非常恐怖，白天拍视频，晚上剪视频，一天都不敢耽搁，一旦耽搁了，我这周的视频就更新不出来。而且那时候不太熟悉，很多技能是现学的，每天只睡3-4个小时，这样持续了有1年多吧。后来组建团队，慢慢有结果了，剪辑也能有具体的人帮我分担工作，我也能安稳的睡觉了。再到后来呢，电商团队慢慢强大起来，其实我的时间多了很多，至少说睡觉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我心里会不太允许自己睡觉，我开始每天依靠褪黑素去睡，想些办法让自己能睡着。
其实就是很焦虑嘛。以前是焦虑没有人愿意跟着我做事情，找不到信任可靠的人，然后等团队组建起来了之后，就会焦虑说我怎么样能把事情做得更好，怎么样能让大家有成就感，也能挣到钱。其实我状态最差的那段时间，真的是团队的小伙伴在推着我往前走，我就觉得他们很努力啊，也很能干，我好不容易我才遇到他们，而且他们都是聪明能干，学历也高，很不错的小孩。那如果在我这里没有得到成长，没有拿到合适的薪水，或者没有什么突破的话，我会觉得我是一种不负责任。所以我真的都很珍惜他们。我经常说，我觉得云南最厉害的姑娘们都在电器小哥了，所以我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失去他们。所以这10年的时间，我从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农村女孩变成了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创业者。我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网红，并不是说网红不好，而是我觉得比起网红，我真的更像一个创业者。而且我没有当网红的潜质，身材样貌都不出众，也不关心网络上的热点或者梗，我好像就是与世隔绝一样，一点点的在做我自己认为对的事情。虽然我是这个行业的人，但是我真的很少上网，所以很多新闻类的东西啊，或者是一些当下流行的词，我可能都是团队小伙伴告诉我的。很庆幸的就是上天有的很眷顾我，我这10年遇到了很多超过我能力范围以外的困难，但是每次都会有贵人相助，或者是有出现新的转机。还有就是让我遇到你们，可能遇到你们，被你们喜欢的这件事情是最值得我骄傲的，是任何时候我想起来都会嘴角上扬，满心欢喜的事情。本来我想录一期10年的总结，但是打开相机，我的情绪就好像在学校读了1年的书，突然放假回家看到亲人一样，就是有很多话想说，没有什么目的，也没有什么具体想表达的，反正脑海里面就像放电影一样，把这10年的点点滴滴全部都放了一遍。我一直把自己的情绪和不好的经历、不顺利的事情都隐藏起来，在你们看来好像这10年我没有什么变化，电器小哥也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我们为了这个没有变化真的付出了所有的力气。除了工作，好像所有的事情我都没有任何兴趣，我的喜怒哀乐也都是和工作相关。可能未来很长的时间我的状态还是会这样，我其实内心里面也没有想要去改变，就是希望新的1年我自己能有一些新的可能，希望我可以让团队的小伙伴们有更多的收获，希望电器小哥这个品牌能有持续的生命力，也希望在这个信息量巨大的短视频时代，我的这种与世无争的乡村生活、慢节奏的长视频，能让你们在忙碌之余感受到一丝温暖。我不知道下一个10年我会怎样，反正过去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我依然对工作有无限的想象和激情，我也还有很多不甘和梦想。下一个10年我就46岁了，到时候我还会录一个这样的视频，希望那个时候你们还在。
有理。来敬你。